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晤，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及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欧尔班此次访俄也引发多方关注，欧盟、北约及乌克兰反应强烈，纷纷提出批评。欧尔班此访究竟会对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6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这段网感十足的视频，通过59秒的混剪镜头展示自己与普京总统会面的始末。欧尔班写道：“和平使命第2站，莫斯科。” 匈牙利自7月1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欧尔班表示，在6个月的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是其最重要的和平使命。因此，走马上任的第2天，欧尔班就直奔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在探明乌克兰的口风后，欧尔班旋即去往莫斯科。据多家国际媒体报道，欧尔班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长谈了3个小时。事实上，俄乌冲突爆发后，还没有一位欧洲国家政要出访俄罗斯，而欧尔班是唯一与克里姆林宫保持密切联系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会后，两人在一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呼吁，要努力找到一个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欧尔班坦言，虽然彼此的立场相去甚远，但寻求和平的道路本就漫长且艰巨。 We need to take many steps to move towards ending the war. But the first important step we've taken today, restoring dialogue. 普京则提醒说，莫斯科始终对政治和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而基辅则不然。Однако с противной стороны слышим о нежелании решать вопрос именно таким способом. Спонсоры Украины продолжают пытать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у страну и ее народ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рана, жертв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с Россией. 普京表示，基辅政权不允许自己有停战的想法，因为一旦停火，就没了延长战时状态的借口。而战时状态一旦解除，乌克兰将不得不举行总统选举，届时泽连斯基政权在大选中获胜的机会接近于0。3周前，俄罗斯提出最新版和平倡议，普京也在现场重申，俄罗斯主张全面且彻底地结束冲突。不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西方政客对此没有兴趣，也未就此问题联系克里姆林宫。 德媒记者注意到，普京在坚持俄方立场的同时，也对外释放了回旋余地，因此外界也肯定这场会谈是及时且有效的。 He also previously had said in his vision of peace that he wanted Ukraine to kind of take on a neutral stance, to say that they wouldn't join NATO. He said today that there could be some. Well, he didn't say that there would be leeway, but he said that that's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discussed in talks. So there seems to be kind of some leeway that he's giving there. 俄媒对欧尔班此访均给予积极评价，称这是一个正确选择，向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俄沙皇格勒电视频道认为，尽管欧尔班此访无法立即促成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但同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升级冲突的行径相比，匈牙利做出了建设性努力。 尽管俄方肯定欧尔班的建设性努力，但几乎整个欧洲都被欧尔班气到了。欧盟、北约和乌克兰方面纷纷批评，甚至是谴责欧尔班的不合群行为。欧盟外交与高级政策代表博雷利表示，欧尔班的俄罗斯之行不以任何形式代表欧盟，完全是以匈俄之间的双边关系框架进行的。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则表示，北约事先已得知欧尔班前往莫斯科一事，但欧尔班是以匈牙利总理的身份出访，并不代表北约。欧盟委员会主席彭德莱恩更是气得 疾呼，绥靖政策阻止不了普京。在欧洲语境里的绥靖政策，特指20世纪30年代英法美等国家对德日采取的妥协政策。冯德莱恩这番表态不仅凸显了欧盟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也透露了欧盟的紧张与不安。乌克兰也同样批评欧尔班的访俄之行是单方面的决定，并未与乌方进行协调。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称，欧盟轮值主席国无权代表欧盟与俄罗斯接触，不能在乌克兰缺席的情况下讨论乌克兰问题。 有观察就指出，1个月前在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不就是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西方在单独讨论乌克兰问题吗？ 事实上，对于争议的焦点是否代表欧盟是否获得授权，欧尔班早在行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明：“我不需要授权，因为我不代表任何东西。”他指出，你不可能坐在布鲁塞尔舒适的扶手椅上就能实现和平。即使欧盟轮值主席国没有代表欧盟进行谈判的权利，我们也不能坐等战争奇迹般的结束。而在回应欧盟对他的批评时，欧尔班直言：“毫无意义的布鲁塞尔官僚作风不会令乌克兰实现和平，我们需要的是政治手段，而不是官僚手段。”
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在普京和欧尔班会晤后，也对记者表示，不必理会这种批评。 We are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without dialogue, without discussion, without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to be kept open, there will be no solution. Last 2.5 years have made this very clear. 法新社注意到，欧盟担忧匈牙利破坏欧盟孤立俄罗斯的努力，但实际上，西方在俄乌问题上也并非铁板一块，很难真正做到孤立谁。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就站出来明确表达对欧尔班的支持与钦佩。他说：“如果身体状况允许，我就和欧尔班一起去了，因为和平谈判和倡议永远不够。” 5月份，菲佐在一次袭击中受伤，这是他中枪后首次公开露面。那么，他之所以能成为这个俄乌同时能够跟俄乌之间对话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说这么一个桥梁，主要关键在于呢，首先就是这个匈牙利一直没有，或者说一直拒绝参与加入到这个欧盟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孤立和制裁的这个行动当中他一直是反对这个对俄罗斯进行极限施压和极限围堵的。 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匈牙利，它是乌克兰重要的一个邻国加上它又成为了这个欧盟轮值主席国。观察指，欧尔班此行或预示了欧洲将会发生的微妙变化。目前，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崛起并膨胀。法国议会马上将迎来第2轮选举，极右翼国民联盟大概率会获胜。法国正在急剧向右转，意大利则已经是极右翼掌权。德国、荷兰、比利时的极右翼声势也在高涨。在俄乌问题上，他们的立场都比较接近，都反对极限制裁俄罗斯，都要求抓紧时间谈判，都想尽快卸下战争的包袱。 更何况，或将重新入驻白宫的特朗普早就扬言要24小时解决俄乌战争，而首场辩论后处于下风的拜登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他要求晚上8点后休息、停止工作安排后，欧洲的忧虑就愈发沉重了。对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突然访俄，并与普京总统就俄乌局势交换意见这件事，您怎么看呢？表面上看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俄罗斯的这次访问似乎是一次突然袭击行为。 并且在欧盟与北约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与不满。不过，我认为对于欧尔班与普京来说，这件事情其实是蓄谋已久的，并且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可以成事的机会，而这显然又跟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俄乌战事密切相关。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虽然俄罗斯军队仍然在俄乌战场上不惜人力与物力奋勇厮杀，也虽然普京开出的谈判条件仍然很高。 但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出，现在的俄罗斯的确是急于和谈，不想再打下去，也不想再消耗下去了。然而，面对俄罗斯方面不断发出的和谈呼吁，不仅乌克兰方面置之不理，甚至继续拒绝将俄罗斯列为和谈对象，而且美国与欧盟也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内部，找到一个可以牵线搭桥的国家。 找到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政治人物，就成为了普京总统的当务之急。而且这个国家最好要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而在欧盟内部，匈牙利不仅可以称得上是最为亲俄的国家，甚至是唯一敢于公开站在俄罗斯一边的国家。同时，欧尔班也是唯一敢于跟普京保持密切关系的政治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几年来，无论是匈牙利这个国家，还是欧尔班这个人， 都成为了欧盟中的异类，甚至是受到了其他欧盟成员国和政治人物的排挤与孤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都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机会。那么很显然，这个机会终于被他们等来了，那就是从今年7月1号起，匈牙利终于熬成了欧盟轮值主席国。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欧尔班嘴巴上说自己不代表欧盟， 但是他在匈牙利刚刚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之后，就顶着这个光环访问了乌克兰，并敦促泽连斯基赶紧停火，跟俄罗斯谈判。同样，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欧尔班跟普京谈论的也并不是俄匈关系，而是俄欧关系，并且表示促进本地区的和平是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主要任务。而普京总统 对此也是心知肚明，非常的配合，认真听取了欧尔班介绍的欧盟立场。从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不管欧盟最终愿不愿意，他们都已经被欧尔班所代表了。
那您认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未经欧盟授权与同意的情况下突袭访问俄罗斯，最终能够为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吗？我认为实事求是来讲，俄乌双方最终能否走上谈判桌，以及最终能否谈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来，已经不再单方面取决于俄罗斯的立场和态度了，更不能取决于匈牙利的立场和态度。俄罗斯可以决定这场战事什么时候开始，但已经无法单方面决定这场战事什么时候结束，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件事情一是要取决于接下来俄乌双方在战场上能够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最终是要由战场的结果来决定谈判的结果；二要取决于乌克兰全体民众的决心和意志；三要取决于美国和欧盟持续支援乌克兰的决心和意志。这个也就意味着，虽然奥尔班顶着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访问了俄罗斯，但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俄乌战事的走向以及俄乌和谈并不能发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当然，话又都说回来，它并不意味着奥尔班的这次突袭访俄就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毫无厘头的闹剧。我认为他虽然在结束俄乌战事与促进俄乌和谈方面或许会成事不足，但是他却可以收获到一些普京和奥尔班都想要达到的效果，也就是可以产生一些让乌克兰以及整个西方为此感到头疼的政治效果。首先，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俄罗斯摆脱在国际舆论上的孤立状态。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由于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响应，签署与发表了一份由乌克兰主导的声明，让乌克兰在国际政治、国际道义与国际舆论上大出风头。相反，俄罗斯不仅被排挤在了这场全球和平峰会之外，而且俄罗斯方面提出的和谈方案也被国际社会，尤其是被国际舆论视若无睹。在这种情况下，奥尔班顶着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跟俄罗斯来展开和谈，不仅把曾经风光无限的乌克兰给撇在了一边，而且等于是在国际上宣传了普京提出的和谈方案。其次，根据欧盟宪法，欧盟轮值主席国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半年，主要是负责组织与协调工作，促进立法与达成政治协议。也就是说，至少从字面上来理解，身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席的奥尔班，至少是有权利去牵线搭桥，促成欧盟与俄罗斯和谈的。然而，欧盟以及其余的欧盟成员国却认为，奥尔班没有这样的权利，甚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还跟奥尔班发生了相互争权的情况。他们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这样的权利。我认为这样一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极有可能会引发欧盟内部的宪政危机。第三，从欧盟、北约以及美国纷纷发表声明，强调奥尔班不代表自己，甚至是公开谴责奥尔班的情况来看，这件事情至少使得欧盟与北约跟匈牙利之间的矛盾与互不信任进一步加深了。接下来，欧盟与北约将会面临着如何处置不听话与破坏团结的匈牙利以及奥尔班本人的问题。当然了，更加让欧盟与北约感到恐惧的是，奥尔班的突袭访俄还极有可能只是另外一场更大的分裂危机的预演。因为一旦特朗普再次选上了美国总统，他也极有可能会仿效奥尔班，抛开乌克兰、欧盟与北约，突然访问俄罗斯，并且跟普京展开和谈。那对于乌克兰、欧盟以及北约来说，无疑就是天塌下来了。